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4.26，收盘价是181.06。在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在184.67，最低价是在175.0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338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下，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这样的一个线型啊，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那这根锤子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横盘中。那我们看到这个锤线的收盘价没有跌破之前的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对，因此呢，我们依然把它判断它是处在横盘中。那当日的这根锤子线啊，它是较之前有新低的出现，我们指的是180。那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同时成交量是量增。那通常如果成交量达到了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那么我们把它称作叫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根垂线呢，那我们说日后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那继续下行呢，我们认为它目前的目标就是要出现新低，然后收盘价跌破195。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说目前股价如果说我们说出现新低，也就是175出现了，那么收盘低于前一日 K 线最低，然后成交量增，是预示着股价下行。那么目前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呢？那目前反弹有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接下来的交易日的 K 线，那么收盘不跌破175，对，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甚至是说只有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高开盘，那么股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说站上这根垂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84.68这个位置。那么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那么股价才会出现反弹，否则那么股价会沿着目前的下行的走势继续出现新低，然后继续下行。对，好，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反弹的条件是不再出现新低，然后收盘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这根垂线的最高，在184.68。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分别是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193，另外一个呢是在196。那么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那
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83附近。那实际在2月5日收盘价是在181.06，那它是出现了下跌。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是收盘价不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而实际发生的这个实际生成这个 K 线啊，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叫下跌。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目前的收盘价还没有跌破我们之前定义的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180。所以呢，我们在后续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先保留这个目标。那也就是说，因为目前股价有新低，收盘价是跌破前一日 K 线最低，所以股价会日后呢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所以我们说，对于股价后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先保留这个180.06这个目标，因为目前的这个2月5日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我们保留它。但是我们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如果这个收盘价是跌破了180，那么我们说股价下行的目标才会把它定义在175这个位置。对，好，那么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保留180这个位置。那跌破它，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底低了啊。那收盘价一旦跌破它，将会确认这个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跌破180之后，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52，就是要测试，也就是说股价要叫做跌破这个前低，也就是2023年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对，那么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下行，然后呢会测试102。我们说的是目标一定会继续要测试这个位置。说目标到达这个位置，并不是说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好，那么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我们来重复一下：180、152，还有就是102。好，那实际上我们再补充说明，152这是这一波涨幅的起涨的 K 线，那102我们看到是目前股价对于目前股价的前面的最高是在。我们会看到是在接近300关口的位置。对，那这是这一波涨幅的起涨的这根 K 线，所以股价下行啊，现在目前是一个目标去实现。那先是152，然后是102。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对于上行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锤子线啊，如果我们说这根锤子线是个绿 K， 那成交量是量增，那将会预示着股价反弹。对，很遗憾这是一个红 K，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股价会有反弹的可能。那股价上行目前如果出现反弹的目标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收盘价没有跌破180，所以这根 K 线不会成为前高。那对于目前股价的前高依然是这个1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23这根绿 K。对，那么在到达它之前呢，我们说200关口，我们取200关口作为中间目标，所以股价目前出现反弹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0关口。对，那么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啊，目前这根垂线的最高184.68，包括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83到186之间。
那也就是这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出现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对，那股价只有站上了这个位置呢，才能够出现反弹，才有可能会到达200关口。但是在到达200关口之前，还有一个强压力，就是1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196附近。那所以说，目前股价要到达200关口196，还有就是184.68这两个位置呢，将是强压力。200关口如果能够被站上呢，我们认为，接下来，对于股价继续上行的压力就是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2月6日，我们测算是在203到204，在这个位置。对，好，那223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能够到达223的，因为在下行的过程当中，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它已经是转为多头趋势了，所以向上的目标呢一定是223。对，那223如果被站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是241，还有265。总之，目前股价出现这样的下行，一旦转为多头呢，其实它的目标，最终目标是265。前面这些目标都是压力位。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下行和上行的一个说明。然后呢，我们再给出在2月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给出的关注位置，这根垂线的最低是在182。那股价我们会看到是在当日是低开盘，然后是一路向下，最后也是收在前低下方。对，那么到了2月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这根2月5日新生成这根垂线的最高是在184.5附近，我们把它上移到这个位置。好，那为什么说是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我们精准一些，就叫184.67哈。那我们说在2月6日盘中开盘之后，如果股价能够在前高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但是如果股价一直维持在前高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的下行走势，对，或者至少会出现继续横盘向下，对。好，这是我们关注它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由于2月5日是周一，2月6日是周二，我们再回到周 K 线图来看，我们之前给出的观察位是给的是上方，但是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在全周我们要关注180这个位置，包括之前我们说的月 K 线图，我们会看到说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之后，收盘跌破了前低，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行。但是呢，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对于月 K 线图来讲，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反弹的条件，就是在2月份当月，我们要关注的是股价，要在180上方运行，那么才有可能反弹，否则会继续出现大幅的下行。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也就是这样说，目前股价在还没有跌破180的情况下呢，其实这个位置是我们当月或者在本周也要关注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补充说明这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180它将是一个强支撑。
我们说180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强支撑啊，是重要的标志。所以股价一旦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啊，那在当月，我们说现在是2月份哈，月初，那在当月，那对于股价来说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的分析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1月29日收盘价192附近进场的，然后获利的目标是198到199附近。那在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都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84附近，还有一个就是守这根红 K 的最低，在180。那在2月5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绿 K 的最低，但是呢还没有跌破180，所以说，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呢，我们要根据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呢，就是说，跌破183.67，也就是这个位置，那么现在是可以止损出场的。如果说我们想承受更大的一个风险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可以等股价跌破180之后再止损出场。那股价日后跌破180，那对于在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的5%的仓位啊，是要即刻出场，这是纪律。对，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的纪律。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在这个位置，当然我们是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建仓。对，所以说呢，那么到了2月6日，我们对于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80。如果还没有出场的话，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175和到下方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缺口是在163附近。对，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要出现新低，然后空头要守的位置是从184一直到上方的196，这是空头要守的区域。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是这根垂线的最高一直到上方的196，这都是强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3到186，它包括前高。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187到189。第三个压力是从196到200关口。第四个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03到204之间。好，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从180一直到下方的175，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然后第二个支撑是下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在163附近。第三个支撑就是15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一个继续下行或者大幅的下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3，下方最低
会到达171，然后收盘会收在173附近。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继续下行。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那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甚至也很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2，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190.5附近，然后收盘会收在189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